一期间，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，惨案，美孚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瞪大眼睛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寓就叫美孚公寓。下一秒，门上传来了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我吓得一激灵。现在刚好是5月2号，我爸妈带着我妹出去旅游了。由于我还有个课题要完成，便留在了家里。刚刚那声音像极了有东西用长长的指甲在门上摩擦发出的声音。我恐惧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走廊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过那声音也没再响起来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心想刚刚或许是听错了吧，肯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。那帖子是我无意中刷到的。最搞笑的是，帖子的发布时间是5月5号，也就是3天之后，很显然是个恶作剧帖子。不过那帖子说的内容实在有些吓人。帖子里说，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逃跑的黑熊进入了美孚公寓。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智商更是高的诡异。据说在这之前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实验室黑熊，黑熊吃完人之后就消失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抓到。有民间组织分析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已经修成精的黑熊，它能在吃了人之后钻进人皮里，伪装成吃掉的人的样子。这种黑熊成精的故事，其实我已经听过不少了，但最让我觉得这个帖子可怕的是，发帖人却把美孚公寓的大门照片发上去了。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公寓大门吗？真是晦气，这人神经吧，编这种玩笑。我忍不住骂道。正当我准备把这个帖子随手举报了之后，突然我看到下面多了很多跟帖。我有个表哥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，我听他说现场惨不忍睹，那只黑熊不仅杀人，还喜欢虐杀，现场找出的好几具尸体都是手脚分离的，是被那黑熊活生生给撕扯下来的。卧槽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最恐怖的是这只黑熊还没有被抓到，我吓得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了。这次受害人里头就有一个我同校的学姐，可惜了，虽然我跟她不熟，但也是同一个社团的。我听到她被黑熊吃掉的时候哭了一天。楼上说的是清北大学的叶苏苏吧，我看了她生前的照片，可惜了，那么漂亮。冷不丁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不会是同名吧？可我读的学校就是清北大学呀，而且这些跟帖是怎么回事？大夏天的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怎么这些人说的好像真有这回事发生了呢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整个屋子的灯无声无息地熄灭了，房子瞬间笼罩在了黑暗之中，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是停电了吗？我连忙去看公寓业主群，物业刚好在里头发了消息，请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我们公寓楼总电路出现故障，大概会停电2小时，已经有维修人员过来抢修了。现在是晚上快10点了，大半夜的突然停电了，又加上我在看这种帖子，确实是吓到我了。不过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这个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跟帖的人也暴涨。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，我盯着那个叫做草莓甜心的 ID 名，就是那个说我是他社团学姐的，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我微信里的那个社团学妹吧？她的微信名叫做草莓超甜。为了求证，我给那学妹发了微信，过了老半天，学妹才回复了我。学姐，我刚和室友在外头聚餐呢，你说什么吃人熊帖子，我没法回复啊。你看我和他们现在都在 KTV 呢。学妹的语气听起来很茫然，她很快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里几个女孩在 KTV 唱的忘情。我松了口气，果然这神经帖子就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吧。不过学姐，我在某书的 ID 名的确叫做草莓甜心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难不成你刷到我发的内容了吗？一瞬间我愣住了，我想要把这个回复截图发给学妹，可我却截图不了，一旦我试图截图就会死机，甚至我在这个帖子下面也发不了任何回复。但我退出去看其他帖子，都是能正常截图和回复的。我皱起眉头，感觉到了一种不安感。随着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有人说想看下叶苏苏的照片，有网友很快把照片发了出来。当我看清照片的一瞬间，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这人的确是我。可惜了，叶苏苏本来很快就保送读博了，他爸妈回来后看见他的尸体，一夜白头。据说叶苏苏的脸皮都被那黑熊扒了下来。叶苏苏好像还有个妹妹，他妹现在据说患上了抑郁症，自杀了好几次了。该死的黑熊，我要是见到那熊，非得把他熊胆都掏出来。楼上的，你还是自求多福，求那黑熊不要吃你吧。我呼吸愈发的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后背阵阵发冷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来自于3天后的未来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只实验室逃出来的黑熊闯入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刚刚听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
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的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，有人敲了502的门。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，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，我连忙给小伟发了消息。小伟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了我，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，真折腾。我松了口气，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但很快我又觉得不对劲。小伟之前在群里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喜欢颜文字，每句话都得带个颜文字。可他刚刚给我发的这句话，没带半点颜文字。不过姐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呢。小伟突然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2，你家水管破裂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我打你电话也不接，受不了，我要上去看看。我记得402住着的是一家3口，现在在群里说话的是402的男主人，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。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我听到了402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2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2开门了。502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2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小伟并没有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只留了一点缝隙往外看去。男人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进去，因为402家里太黑了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可刚刚小伟不还说是集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里头一片漆黑呢？我紧张的心突突跳。502的门只开了一点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赶紧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骂骂咧咧，可502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死一般的寂静，静得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402急促的呼吸声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那老子进去了，你可别说老子私闯民宅。男人气不过伸手一推，但他只推了一半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我被自己脑补的这个画面吓得浑身发毛。402也感觉不对，使劲推了推门。谁站在门后也不说话，故意吓唬老子？但402的声音也带上一点颤音。男人掏出了手机，打开手机手电筒往里头照去。下一刻，我和男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在手电光源的映照下，门后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影子，那影子非常的大，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影子，更像是一只体型非常大的黑熊。男人也被吓得倒退一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焦急地把门推开大一点，压低声音朝他喊道：赶紧过来，那后头是一只黑熊。男人听到我的声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根本来不及躲，就被猛地拉进门内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我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但很快就没声音了。我赶紧关上门，很快我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男人肯定是被黑熊吃了。最开始进入小伟家的维修工应该就是那只黑熊，他吃掉了小伟，然后又用小伟手机来回复我的信息。现在我完全暴露了我一个人在家的事实，可我如果坚持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怎么进来？我颤抖着点开手机里的帖子，想要寻找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突然我看到了有网友问出了和我一样的疑惑，如果不开门的话，那黑熊不就进不来了吗？公寓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都会被杀死？
底下很快有人评论：“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。”我听附近的居民说，那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不是吧？美孚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而且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因为那黑熊最先就拔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原来他的舌头被拔掉了。我立刻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这时房门被敲响，我看见402的男人站在我门口，他表情怪异，嘴角用力往上翘着，像是野兽在努力模仿人做表情。他一定是那只黑熊穿上了402的人皮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突然门把手嘎吱转动了起来，紧接着门被撞得砰砰作响。他想用蛮力将门撞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门可是结实的防盗门啊！但很快我就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因为这结实的防盗门竟被黑熊撞得摇摇欲坠。我赶紧搬来了椅子抵住了门。正当我绝望的时刻，走廊尽头传来了开门声，是501开门了。半夜吵什么呢？我家孩子都被你吵醒了。他冲着男人质问道。我用尽全力朝着门外大喊：“别出来，马上关门！”402男人的脑袋以极快的速度扭了过去。几乎同时，我听到门重重关上的声音，门外的脚步声朝着501走去。501给我发来了微信：“门外呢是楼下的402吗？怎么瞧着不太对呀？还有你让我关门，是他有危险吗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那不是402，也不是人。你锁好窗户，别让他从窗户爬进来。不管谁喊你都不要开门，现在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”男人正在敲501的门。501妹子，能借我一点感冒药吗？我儿子发烧了，刚刚敲了半天504的门，他没开，我就着急了点，吓到你了吧？不好意思。我心里祈祷501可千万别信402的话。还好501也察觉到402不对，不出声也没开门。402见501也不开门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阴沉。他正准备撞门的时候，拐角处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老公，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502的水管还没修好啊，一直在漏水，而且漏的水全是红色的，看着怪恶心的。”不好，402的老婆找来了。一瞬间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开门，402极有可能闯进来；可如果不开门，402的女人就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了。老公，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啊？你不是去502吗？女人疑惑地朝着男人走去，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不对。血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个时候402男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女人咬去，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被她的老公一下咬住了腿。我看见黑熊从男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，女人此刻应该恐惧到了极点，因为她根本想不到藏在自己老公身体里的是一只大黑熊。走廊里只有女人抽搐般的啜泣声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就连声音都没有了。黑熊吃完人，又钻进了402的身体里，可我没想到，它不再朝着我这里走来，而是突然不见了。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响声，我扭过头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402的男人就趴在窗户上，脸死死地贴在上面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他用手掌拍打着窗户的玻璃：“你要是敢进来，我就跟你拼了！”我朝着黑熊大吼道。此刻我都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男人对我诡异一笑，他停止了拍打玻璃的举动，快速地爬了下去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我愣住了，难道这黑熊放弃了？可不应该啊，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为了寻找线索，我又点进了帖子，我快速浏览着，希望能多找到一点有用的细节。有一个评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有一个疑问：为什么叶苏苏和501是黑熊最后吃掉的呀？他先吃掉了504，然后把这两人留到了最后，我有点不理解。楼上的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老家都说黑熊血，是因为黑熊这玩意儿喜欢将最嫩的食物留到最后。你想想，叶苏苏长得那么漂亮，501还有一个婴儿，那婴儿被发现的时候，脑袋都被开瓢了。看到这个回复的瞬间，我汗毛耸立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早上睁开眼睛时，耳畔传来纷乱的警告：请所有学生在7点45分之前进入教学楼，否则你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喇叭声震耳欲聋，其中的内容更是让我后背发凉。把学生做成午餐，什么意思？听着交杂不断的广播，我忍不住有些发愣，瞥了眼墙上，时钟已经指向了7点40分左右的位置，而我的身上正穿着蓝白色的校服。可我不是早就走出社会，工作了7、8年了吗？我将目光挪向窗外，对面果真立着一座高大的教学楼，带着一腔不解。我下楼去查看，慢慢靠近教学楼，身旁有着许多和我一样茫然的人。直到钟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我才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。7点45分到了，我转头看去，那些尚未来得及踏入教学楼范围的人，全都化作一声巨响，
噼里啪啦的齐齐爆开，一件件校服被扯得稀碎，飘扬在空中。看着一台台机器开始收集地上掉落的食材，本还残留着一丝睡意的我骤然清醒。这些学生真的成为了学校的午餐。刚踏进教学楼的走廊，第二轮广播声便当即响起，请所有学生在8点整前自由选定教室，坐下开始听课。一旦进入上课时间，尚未进入任何一间教室者，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上课铃声响起之前30秒，老师们会在黑板上写下各自教室的规则，请严格按照规则执行，否则同样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着周边无数个喇叭不断重复着这3句警告，我感觉头皮略有些发麻。虽然仍处于很懵的状态，但鉴于之前教学楼外血腥一幕的恐吓，我还是决定赶忙照做，直接就近找了间教室坐下，静静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教室里有30套整齐的桌椅和一位沉默不语的老师，直到倒计时1分钟的预备铃响起之后，才有大批观望者纷纷涌进教室，很快把位子填满。眼看墙上时钟仅剩30秒时，老师终于起身，面无表情地拿起一支白色粉笔，开始在墙上书写规则。老师的动作很慢，一笔一画极为考究，简直像是印刷体，似乎是掐准了时间，直到上课铃正式响起的那一刻，他才刚好写完最后一画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规则一出，整个教室顿时陷入了一片慌乱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卡着最后1分钟进来的。或许是为了在死亡面前做最后的挣扎，一个肌肉壮硕的男人猛然站起身来，用力拍碎脆弱的木桌，狠狠地看向所有人。各位，为什么要听这什么破老师的规矩？跟他拼了！随后他便冲向老师，而此时的老师面无表情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果然在即将靠近老师的最后一刻，壮汉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，无法动弹。教室里的大喇叭在滋滋声后开启，补充一条学生行为准则：试图进攻或伤害老师的学生将成为学校食堂的员工餐。喇叭声落后，传出了轻舔嘴唇的声音。我们喜欢这样健壮又躁动的食材。话音一落，壮汉竟直接开始爆裂。不只是他，教室里所有卡点进入的人都纷纷炸开，鲜血横飞。有几个幸存的女生忍不住撑着桌子干呕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几台机器驶进教室，开始收拾残局，而台上的老师就像是没看到这一幕，仍在自顾自地镇定讲课。这40分钟里，教室里的空气无限接近于窒息。下课铃声终于响起，老师非常及时地停止了讲课。我既感到害怕，又忍不住松了口气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貌似只要遵从了黑板上的规定，就不会有什么大碍，哪怕全程没有听进去老师讲课的内容，也没出现任何问题。正当我松了口气走出教室的时候，教学楼里又传出了新的广播：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本校学生共有3000名，在第1堂课结束后还剩800名。可以预见，今天食堂的午餐将会非常丰盛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咯噔一跳，不知道别的教室都是些什么规则，但这个死亡率实在是有些吓人了。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本教学楼共有9层，除开第5层是食堂和娱乐间以外，其余8层均为教室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，否则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完这话，我立马开始动身，前往第2层，在靠近楼梯的第1间教室直接进入坐下，默默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有了上一堂课的教训，我不太敢卡着时间点落座，尽管知道每间教室都各有各的规则，但难免心有余悸。就这么煎熬地等待了足足10几分钟，终于等到预备铃声的响起。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然经过了第1轮的残酷淘汰，现在教室里不过坐了10来个人。最后30秒，老师在沉默中起身，拿出粉笔，开始在黑板上书写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看着老师的笔记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不需要。就在老师书写规则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狼狈地挤进了教室，他仓促地钻进教室，险些摔了一跤。我递出一只手，总算让他扶住站稳，没有跌到地上。而此时，上课铃声刚好响起，老师黑板上的规则也终于写完。他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冲着我微微一笑，看得出来，哪怕很慌张，但他还是保持着礼貌。可我转头看去，却发现老师书写的最后2个字竟是表情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不需要表情。本来准备还女孩一个微笑的我，顿时僵住了脸。随着一声恐怖的尖叫响起，我身旁的女孩竟直接被劈成了2半。我明白，哪怕我的肌肉已经忍不住颤抖，我的脸上也不能有任何变化。40分钟后，直到这道熟悉的声音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我总算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在第2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220名学生。惊魂未定之下，
我扫了一眼整间教室，本来坐着的10几个人，现在仅剩下2、3道身影，想要憋住40分钟不动声色，对于人的耐力和体力算是相当大的考验。规则依旧，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第3堂课将在10点整准时开始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。紧绷了40分钟的我已经疲劳无比，只能昏昏沉沉地爬上3楼，随便找了间教室坐下，直到预备铃声响起，我才猛然惊醒。教室里竟然聚集了近20道人影，而窗外的大部分教室都空空荡荡，仅仅零星坐着1、2个人。在淘汰率如此惊人的情况下，这间教室几乎承包了3楼1半以上的学生。时间到了，讲台上的老师准时起身，飞快地书写本间教室的规则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击鼓传花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老师低头读讲课时，请同学们保持传递，禁止停滞3秒以上。当老师声音终止，抬头之时，持刀之人需要在3秒内往自己身上刮一刀，否则淘汰。第一个接过小刀的同学根本没有熬到3秒，而是在接手之后迅速扔到了旁边的桌上。显然他对于自刮一刀这件事情显得极为抗拒和恐惧，因为力道过大，小刀甚至在桌上轻轻旋转，险些划破第2位同学的手背。好在第2位同学胆量大了不少，眼疾手快地抓住刀柄，总算是赶在3秒之前递出了刀。第3位同学显然镇定许多，接刀之后数出2个数字，从容地把小刀递给了第4位同学，这无疑是给所有人打了个样。随后的几人都学着他的法子，尽量数满至少2个数，再递出小刀。本来慌乱的教室竟变得相当有序，而我处在第6棒上，本来也准备学着他的模样，冷静地默数2秒。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，就在我接过小刀的那一瞬间，讲台上口沫横飞的老师突然抬起了头，他的瞳子紧盯着我的方向，喧闹声戛然而止。我愣住了，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面临老师抬头的人竟然是我，无所适从的慌乱顿时涌上心头，我的手忍不住一哆嗦，竟让小刀掉到了桌上。3秒时间转瞬即逝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可在我即将绝望之际，一抹荧光竟骤然从我眼前划过，我身旁坐了一位短发女孩，居然抢在我之前，拿起小刀在我的手臂上划了一刀。这刀刃远比想象中锋利，带出了一大滩血液，痛感相当明显，差点让我叫出声来。老师见状，始终保持着同样冷漠的表情，埋头继续读起了讲义。女孩当即轻声喊道：“愣着干嘛？快传出来！”我赶忙将刀递了过去，眼看刀慢慢传走，女孩用低沉的嗓音同我说道：“看来我赌对了，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刮出这一刀，只要是受罚者出了血就行。”对于她的冷静，我不免有些佩服，不自觉地接过了话茬：“感谢你的援手，我叫酱汁。”我叫青青。她轻轻点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前2堂课分别去了哪些楼层？1层和2层。”我回道：“你呢？”我先是一路观察，去了4层，随后去了2层，最后来的3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黑板上的文字：“我有个想法，想要找人一起实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试？”面对这样一个十分冷静，我很难拒绝他的提议。请教，规则中有要求，不允许在同一个楼层上2堂课。按照我的推理，很有可能每间教室的规则是一直保持不变的。为了避免我们一直用同一套规则过关，所以才要求我们必须更换楼层。我沉吟片刻，有道理。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。所以我们可以交换信息，分别告知对方4楼和1楼的教室规则是什么，稳妥地减去一关的风险，如何？没问题。1楼最靠近楼梯的那间教室，规则是所有人必须提前5分钟落座。竟然还有这种规则，多谢你的情报。若是没有人提前告知，这样的教室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他笑了笑。我第1堂课是在4楼上楼梯后，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规则是全程必须紧盯老师，禁止看向别的任何地方。随后他又有些担心地问道：“这样很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，毕竟1堂课有足足40分钟时间，你没问题吧？”放心吧，希望4堂课过去，我们还能再遇见。这一堂课看似凶险，却在大家的冷静默数和互相补救中安稳地度过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和青青分别踏上了前往4楼的阶梯。在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我安定地在角落里坐下。随后教室里前前后后走进来4、5道人影，广播里也无情地宣告着上一堂课的结果。在第3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130名学生。相比于之前2轮远超半数的死亡率，第3轮的数字显得没那么触目惊心。一番静静等待之后，老师终于起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规则。可当他粉笔落下之后，我不禁呆住了。他写的内容竟和青青所说的没有半点关系，根本不是什么全程紧盯老师。我相信青青不太可能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加害我，所以说我们的猜测错了。哪怕同一间教室，每一堂课的规则也不尽相同，
而这堂课的规则和上堂课类似，同样是一种游戏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盲人摸象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将会蒙住双眼，同学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藏匿。5分钟之后，蒙着眼睛的老师将在教室内摸索，被摸到的同学将被淘汰。请注意，本场游戏的范围圈定在教室以内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将被淘汰。待到上课铃声响起，老师顺势掏出一张黑色的手绢缠到了双眼上。我扫了眼前后门，发现这是唯一一次没有自动关上教室门的课堂。可以预想，如果有人为了逃避老师的摸索跨出那道门，将会直接变成4件的血肉。我观察了许久，实在没发现这教室里有什么地方好藏的，只好借着桌子翻到了立式空调的顶上。幸亏我算不上重，能勉强在上面站稳。随着5分钟倒计时结束，台上本来安静无比的老师突然凝出一道诡异的笑容，伸出双手。游戏开始后，我死死盯着讲台的方向，就讲台正下方就蹲着一个皮肤白嫩的少年。他不知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是想要验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竟直接躲在了离老师最近的地点。只可惜这位蒙眼的老师，他摸索的第一个地点正是自己的周边。少年终于忍耐不住，急忙滑出几步，想要逃窜，谁知老师竟提前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无奈之下，他连躲几米退到了门口，情急之中，他不小心退到了门外。随着一声尖锐的警报声响起，他直接原地炸开。最靠近他的一位女人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惊恐地喊了一句，虽然只是极小的声音，但仍然被老师敏锐地捕捉到。老师的身手十分矫健，明明蒙着双眼，却能以极快的速度在课桌间穿梭，一把拎出了藏在课桌底下的女人。老师的笑阴森至极，嘴角几乎咧满了整张脸。找到你了。饮水机后，椅子下方，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躲藏起来的同学们被陆续找到。游戏才刚起了个头，1/3的进度都还没熬过，已经淘汰了大半，只剩下蹲在空调上的我和一个攀附在窗沿上的长发少女。以她的矫健的身手和敏锐的感知，配合这样地毯式无死角的搜索，我很难相信我们剩下2人可以顺利完成整整40分钟的考验。这分明是个死局。眼看老师离那个长发少女越来越近，我的心里也十分焦急。等她死了，很快就轮到我了。除非我能像蜘蛛侠一样爬到天花板上，否则教室里已经没剩几个空间了。我忍不住盯着黑板上的规则，不停在心里默念。突然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猜测。看着紧张的马尾少女，我赶忙把食指竖到嘴唇上，示意她不要发出动静。与此同时，我轻轻地脱下校服外套，在老师即将摸到少女身边的时候，我猛然一甩。老师的听觉相当敏锐，当即听出了这番动静的位置，飞快地穿梭在桌椅间，猛然扑向校服。感知到那仅仅是一件衣服之后，他愤怒地将其扯成了几条。可蒙着眼睛的他并没有注意到，他的脚尖已经探出了门框。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老师化作了一团血沫，教室彻底安静了下来。距离下课还有20分钟，游戏提前结束了。少女充满好奇地对我说道：“谢谢你在关键时刻救了我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”你注意看，规则里说的是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会淘汰，可没有说不包括老师在内。少女恍然大悟，真是多亏有你，我叫小美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度过了上午的学习时光。在第4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60名学生。下课铃声响起，广播里传来了熟悉的腔调，请各位同学在12点整之前准时前往教学楼5楼的食堂区域落座，直到下午13点45分再度开启。午餐期间，食堂以外的区域会进行消除行动，未进入食堂者将成为学校员工们的晚餐。我瞥了瞥身旁的小美，食堂开启了，准备上楼吧。我要去楼道等一个人，要一起吗？我们并肩而行，走到楼梯口上，终于见到了那抹熟悉的面孔，是青青。12点整，5楼食堂里，我们3人找了个角落，默默看着穿梭来往的食堂员工，他们不停朝桌子上端来碗盘。趁他们上菜的间隙，我询问青青：“我们猜错了，规则有变，你那边遇到了什么？我这边是打扑克牌。”青青瞥了瞥旁边的小美，教室里只有3人，规则就是打一场扑克，一共10轮，积分最高者活命，其余人直接爆炸。随后他耸了耸肩，如你所见，我手气不错。听起来似乎我们这边更加凶险。待我讲述了教室的规则和后续的发展之后，就连青青都不禁愣住了。各位，用餐时间到了。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饮食习惯，我们特意制作了3种不同的菜品。第一种是传统中餐，位于食堂东区；第2种是特制西餐，位于食堂西区，各种熟度的肉排；第3种是工业化熟食，位于食堂中区，是名副其实的午餐肉。一上午的课程过去，想必同学们都饿坏了吧？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各位自便。喇叭声结束，我呆愣地看着我面前
是东区所谓的肉丝炒肉丝，一股呕吐的不适感已经在喉咙和胃管之间徘徊。青青是我们中看起来最冷静的人，她先是看了看眉头皱紧的小美，你吃吗？不吃不吃，我宁愿饿着。随后她又看向了我，开玩笑，这东西怎么可能吃得下口？青青撇了撇嘴，好吧，我也不愿意吃。说完之后，她起身离开东区，走向了中区，拿了3捆午餐肉回来，给我们一人分了1捆。我纳闷地看着她，不是说不愿意吃吗？当然不愿意吃，但是现在忍得住，不代表一直忍得住。下午还有4堂课呢，拿着它，虽然不一定用得着，但也是给自己留一线生机。活着受点恶心总比死了强。听完这话，我和小美也不得不表示信服，赶紧把午餐肉揣进了兜里。而接下来的4堂课更加毛骨悚然。